皇上无子，齐王谋反逼宫，抓了我和淑妃，让皇上二选一。上一世，我偷偷告诉皇上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，因此他毫不犹豫选择了我，贵妃被当场斩杀。事后，皇上摸着我的肚子安慰道：那女人哪有皇嗣重要，等你生下孩子，我就封你为皇后。可等我诞下皇子后，他却挑断我的手筋脚筋，将我扔进军营。我日日被人折磨得生不如死，最后被绑在马后，被活活拖死。贱人竟用皇子威胁我，要不然婉婉怎么会死？这一切都是你欠婉婉的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让皇上选择这天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皇上多年无子，他的弟弟齐王等不及等他退位，发动了宫变。妃子们被关在正和宫，皇上带着援军就在殿外。齐王恼羞成怒，对皇上喊道：你若不退后，你进一步我就杀一个你的妃子。到最后，殿里只剩下我和淑妃。身边的将军告诉皇上，现在他们只能救一个，问皇上选哪一个。上一世，我为了皇室血脉，在齐王逼皇上做选择时，偷偷告诉了皇上我已身怀有孕，他才没有半分犹豫，选择救我。淑妃当场被齐王斩杀。等待生产的日子，他对我格外温柔，摸着我的肚子说：这将是我大卫的太子，你放心，等你生下来，你就是皇后。却没想到，等孩子落地，迎接我的竟是地狱。现在依旧记得刚生产完，皇上就命人用弯刀挑断我的手筋脚筋。他4世还不解气，将满身是伤的我丢进军队，被他们任意凌虐。那些人将我绑在马后，放肆驰骋，到最后，我的血染红了马场。这一次，面对一样的情况，我选择闭口不言。皇上没有一丝犹豫，对身下人说道：救淑妃。淑妃眼含热泪，还不忘鄙夷地看我一眼。齐王发现被援军包围，淑妃被救出，他恼羞成怒，扬起尖刀向我砍来。近在咫尺的援军却在皇上的一声令下仓皇撤退，任我如何呼喊，皇上都置若罔闻。我顾不得害怕，现在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。在他们刚刚对峙的时候，我偷偷取下头顶的珠钗，一点点割断捆绑我的绳索。这刻，绳子才有些松动。刀砍下的时候，我正好侧身翻过，虽没有危及性命，但胳膊被刀锋割到，顿时鲜血直流。齐王杀红了眼，镰刀落下，我利用角度挣脱身上的绳索，直直冲着皇上的方向跑去。侍卫眼见齐王接近皇上，万箭齐发，齐王当场毙命。这场谋反逼宫就此结束。犹有余惊的淑妃倒在皇上的怀里，眼泪汪汪。臣妾差一点就不能再陪皇上了。皇上言语温柔安慰道：爱妃，朕怎么可能舍得你去死呢？想到上一世他选择救我，在看到淑妃的尸体后，脸上没有任何变化，想必当初那刻想杀我的心就有了。啊，好疼！皇上连忙抱着淑妃走进寝宫，宣太医。众多的宫女太监随着皇上离开，我没有说什么，自己回了寝宫。胳膊和腿上有数道砍伤，刀刃划过的地方皮开肉绽，血流不止。我痛得倒在床上，冷汗直流。但等了许久，太医都迟迟未来。娘娘，淑妃娘娘受伤，皇上要所有的太医都在崇华宫候命，不得离开半步。身边的小宫女帘儿替我抱不平。淑妃明明只是一点擦伤，娘娘你身上还有刀伤，这分明是想害死您。我没有半分抱怨，命人拿来一盆炭火和烙铁。娘娘，这还是初春，你要炭火干什么？治病。我将烙铁烧得通红，对着不断流血的伤口按下去，瞬间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，空气中还弥漫着肉被烧焦的味道。宫女被这一幕吓得瞪大了眼。这还是我未进宫时学到的，虽然残忍，但管用。果然，伤口的血止住了，简单涂了药包扎好。我累得沉沉睡去。当今圣上年近40，但膝下无子，才导致朝野动荡。我族人天生具有易孕体质，只要跟男人发生关系，必定怀孕，且一胎多子，个个男孩。为了天下太平，族人送我进宫，嘱咐我一定要生下皇子。上一世，我为了使命才告诉皇上真相，却不想惨死马场。
这一次孩子我要生，这天下我来守。娘娘，您终于醒了，宫里都快闹翻天了。怎么？原来是谋乱停息后，朝野忠臣跪在崇华宫求皇上早立皇储，群臣激愤，皇上，今日祸事都是没有立储造成的，一定要早做打算呀。但皇上不为所动，躲在宫殿里不出来。有些忠贞之臣甚至以死谏言。那大臣们有什么打算吗？听说举荐皇上的表弟被封在蜀地的连王。连王，上一世因为我说出怀孕，并没有这出闹剧，但我依旧记得这个连王的野心不比齐王小，只是因为地方偏远才没有动作。看来大臣们真的是着急了，竟到了慌不择路的地步。但皇上怎么可能如他们的愿？他向来刚愎自用，生性多疑，对权力极为看重，让他在盛年就养头猛虎在身边，比喝他的血剖他的心还让他难受。这时门口的小宫女又跑回来，兴冲冲说道：今天真是精彩，连太后都跑到宫前求皇上了。太后已年近七旬，这次逼宫把她吓坏了，也跟大臣一起跪下求皇上。最后皇上架不住压力，跟群臣承诺，若是3月后还无人怀上子嗣，就立连王做皇太帝。这场闹剧才结束。皇上，臣妾一定为您怀上皇嗣，解决您的难题。皇上听到淑妃这话，笑弯了眼。还是爱妃疼朕，那些大臣就知道逼我，就连母后都站在他们那边，这让天下人怎么看朕？果然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在乎手里的权力。我后在暖阁，淑妃身边的小宫女叫我进去。皇上看到我，眼里没有一丝温度。淑妃躺在皇上的怀里，楚楚可怜。英妹妹，我在民间要了一副秘方，说是只要每日服下，不出1月就能有孕。我恭敬地回道：那恭喜妹妹了。只是这服药需要一个药引，妹妹是需要我做什么吗？果不其然，听到这话，她露出得逞的表情。也没什么，只是妹妹的一块心头肉，太监宫女的太过卑贱，思来想去，只有妹妹的合适。说完，我身边的莲儿立马跪下求道：皇上，贵妃，我们主子前日才被反贼砍伤了，现在还未恢复，若是再割肉，只怕活不下去呀。还不等他说完，皇上走上前，狠狠朝他心口踹了一脚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在朕面前叫嚣？来人，拖出去乱棍打死！眼见太监要将莲儿拖出去，我跪在皇上跟前，求陛下开恩，臣妾愿意献肉。听到我的回复，皇上才露出满意的笑。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逼我，但我一点都不在乎，因为这一切我迟早要你还回来。拿刀来！我接过太监手里的刀，独自去了里屋。不一会儿，一只带着血的碗被宫女端了出来。淑妃瞧见，露出惊喜之色。只要我吃了这做成的药，定能给皇上生一个活蹦乱跳的皇子。反而是皇上看见这个，掩住口鼻，有些嫌弃。回到寝宫，莲儿忍不住担忧：娘娘，你怎么还真割了？岂不是便宜了淑妃？要是她真怀上孩子，我们肯定死路一条。但我笑笑不语，让她离开。淑妃求子心切，肯定想不到那根本不是我的肉，而是老鼠肉。为了逼真，我还是早上现杀的。淑妃也想不到，不管她吃再多汤药，也怀不上孩子。当初我侍寝时就察觉出皇上早已油尽灯枯，要不是我天赋异禀，根本不可能有这孩子。现在这样，只能说他和皇上都被逼上绝路了。听工人说，自从得到我的心头肉，淑妃日日喝药，恨不得1天3顿当饭吃。宫里到处都在传，淑妃如此努力，肯定能为皇上诞下皇子。为了皇嗣，皇上夜夜留宿崇华宫，但是这都连着侍寝2个多月了，但淑妃的肚子还没有动静，是不是？那不惨了，要是到了期限没怀上，这偌大江山就要拱手让人了。距离限定的时间越来越近，宫里的氛围也越来越浓重，甚至民间都开始传连王继位，天下要变天了。皇上最近戾气更重，今日还因为一位文官说错了话，大发雷霆，直接杖毙。太后一向吃斋念佛，不问闲事，现在也日日跑来崇华宫，每天让太医把脉，
就盼着淑妃能怀上孩子。但淑妃的肚子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在她面前一向宠溺的皇上也忍不住吐槽：朕日日辛苦播种，真是贫瘠之地，看不到半分收成。淑妃在宫里哭了许久，但没过几日，宫女跌跌撞撞，连滚带爬跑进来说道：有了，有。大家一问有什么了，你冷静了再说。淑妃娘娘有了，太医诊出来，淑妃怀孕了。淑妃有了身孕，皇上太后对她简直要捧到天上，大臣们也欣喜若狂。崇华宫整日恭贺到访的人络绎不绝，各种奇珍异宝送个不停。所有人都说，以后这宫里真的是淑妃做主了。淑妃越发嚣张，每日命人来叫我去她宫里伺候。皇上，我就说英妹妹比那些贱奴才有用吧，您看她把我的脚擦得多干净。说完还故意甩了一下，上面的水滴落在我的脸上。我没有半分抱怨。皇上笑了，婴儿一向温顺，确实适合照顾人。回去的路上，莲儿吐槽道：娘娘，他们如此折辱人，实在过分。我却忍不住疑惑，我非常清楚皇上是不可能再有孩子的，但太医都诊出来他却有身孕，难道……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我压下了。自从上次谋反逼宫后，皇宫戒备怎样，别说是男人，就是蚂蚁都放不进来。淑妃虽求子心切，但应该也不敢这么干。那只有一种可能，淑妃买通太医，假孕争宠，为的是拖延时间，争取在此期间真怀上孩子。想到这，我不禁莞尔一笑。她的美梦恐怕不久就要结束了。最近盛传民间有一个神医，只要有孕就能看出孩子性别。很多人家为了男孩都请神医把脉，这消息也传到了宫里。皇上听闻，立马动了心思。淑妃却白了脸：皇上，咱们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，都可以为你守住江山的。皇上瞥了她一眼：公主虽好，肯定不如皇子，要是你生下皇子，朕立马立你为皇后，你还不高兴？可……还不等他说完，皇上就下令，必须将神医带来。下面的人效率很快，不到1天就办成了。为了知道淑妃肚子里孩子的性别，皇上太后甚至文武大臣都屏息期待。只是主角淑妃却脸色苍白，神情恍惚。当天我也被请到一旁观看。淑妃一改往日的嚣张，多次催促都称身体不舒服，最后还是皇上没了耐性，亲自去请了过来。爱妃别怕，只是看看孩子性别，就算是公主，朕也一样宠爱。皇上还是这么虚伪。上一世骗我生下孩子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花言巧语才将我蒙骗。如真是公主，恐怕不再是这副温柔模样。淑妃说道：皇上，神医这么厉害，不如让英妹妹也试试吧。听到这话，皇上露出一丝嫌弃。她又没有身孕，配得上神医来看，你就是太善良，什么都想着别人。淑妃似乎另有谋算，一心想把我拉上，最后推辞不过，皇上应允了。但我知道淑妃绝非好心之心，所以处处小心，直到神医把脉结束都没有半分错处。大家都在焦急等待，皇上更是多次命人来问。神医站起身，走到皇上面前：恭喜皇上，淑妃确实有孕，且还是3胞男胎。听到这话，皇上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。他欣喜若狂，挽住神医：真的吗？你确定是3个，还都是男胎？神医镇定说道：老夫行医40余年，从未有过偏差。淑妃听到这话，兴冲冲走出来挽住皇上的衣袖：臣妾就说为您诞下皇子，这下幸不辱命。皇上紧紧握住她的手：爱妃，你就是大魏的功臣，我要立马封你为皇后。看到淑妃，神医皱起眉头，敢问皇上，这是淑妃娘娘？是呀，神医。他立马跪下求饶：皇上，都是老夫的错，求皇上不杀之恩。这话让皇上摸不着头脑，问道：神医是功臣，何错之有？老夫认错了人，怀孕的是身穿绿衣的娘娘，并不是眼前这位。这时穿着一身绿裙的我缓缓从屏风后出来，皇上和淑妃都待在原地。神医刚才说身怀3子的人是英贵人。神医看了眼我，向皇上保证，确是这位娘娘，且已有4个月的身孕，孩子十分强健。
皇上听闻，脸都快笑烂了。正是了，4月前正好是我宠幸殷贵人的时候。他似是想到什么，忽然拍了下自己的额头。谋反是3个月前，朕岂不是差点害死自己的孩子？这时才想起罪魁祸首淑妃。那他呢？皇上指着淑妃问道。神医看过后，叹息一声，这位娘娘并无身孕，且因服用过多药物，导致很难受孕，再无可能有孩子。淑妃听到这话，脸色煞白。皇上气得脸都青了，骂道：贱妇，你竟敢欺骗朕！淑妃吓得跪在地上，连连磕头，声泪俱下。臣妾是看皇上为国事担忧，才想出此计，皇上饶过臣妾吧。皇上震怒，狠狠扇了淑妃一巴掌。来人，拖出去打30大板。淑妃不断哀求，额头都磕出了血，皇上也没心软，还下令即刻去除封号，关进冷宫。当初为他诊断的太医全家处斩。处理完这一切，他言笑晏晏地坐到我身边，拉起我的手安慰道：婴儿，你可是大魏的功臣，朕向你许诺，等你诞下皇儿，朕就封你为皇后。这句话是如此熟悉。上一世我听信了这话，最后惨死，就连怀胎数月的孩儿也没见过一面。这一次傻子才信他的鬼话。皇上日日都来看我，并下令封我为贵妃。朝野上下也知道了我怀孕的消息，来往恭贺之人络绎不绝。相较于淑妃之前的跋扈嚣张，我则以礼待人，不看出身门楣，也不看官职大小，瞬间俘获朝野众人的信服。大家都说皇子有我这样的母亲是大魏之福，皇上也因为我的身孕，在前朝有了底气，现在每日摸着我的肚子都要夸，这真是朕的福星，乖宝贝。想到曾经因为淑妃那个贱妇竟然差点害死自己的孩子，皇上就忍不住发火。朕恨不得现在就抽筋剥皮，杀死那个贱妇。但没过多久，又传来消息，称皇上近日总是往冷宫跑。问过皇上身边的人才知道，那一晚皇上喝醉了酒，路过冷宫，听到凄婉的歌声，被吸引过去，发现竟然是淑妃。他没管住自己的下半身，很快就又和淑妃搅和在一起。婴儿，你要是不同意，朕绝不会放他出来。你放心，朕现在心里只有你和孩子。他的话我是一句都不信。算了算时间，我生产只剩1个月，我怀有身孕的消息应该已经传到蜀地，1个月的时间够他们赶过来了。都听皇上的，臣妾没有意见。听到这话，他笑开了花，就知道婴儿最善解人意。善解人意吗？你会为这句话后悔的。淑妃被放出来，收敛了不少，一改往日对我的嚣张气焰，现在格外恭顺，甚至日日到我寝宫照顾。妹妹，这是姐姐专门为你绣的荷包，你看看喜欢吗？她低垂着眉眼，一脸恭敬谦卑。我却闻出那荷包里含有麝香，想用这点招数害我，真是可笑。我族人在怀孕期间是身体最灵敏强健的时候，一般药物不能伤害孩子分毫，嗅觉和听觉也会格外灵敏。我假意喜欢戴在身上，果然淑妃眼底的笑意闪过，但我还是装作自己越来越憔悴。皇上太后看了，忍不住问道：婴儿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是不是不舒服？我假装叹息，最近不知怎么了，总是腹痛。于是他们急忙叫来太医，说我们身体里有麝香。我大惊失色，可怜兮兮倒在皇上怀里哭。到底是谁想要害皇上的孩子？太后原是最和善，听到这话也黑了脸。竟害皇孙，查出来绝不姑息。这时站在一边的淑妃开口：太医，那殷贵妃肚里的孩子有事吗？无大碍，殷贵妃身体强健，又发现得早，现在已无大碍。话音落下，我见到淑妃眼里闪过的落寞，随即又说：会不会是宫人不小心让殷妹妹沾上的呢？我故意疑惑，最近除了姐姐给我的香囊，我没有接触过其他东西。这时皇上太后的目光都聚到我腰间的荷包上，淑妃则瞬间脸白，张开的嘴唇颤抖起来。太医接过，认真检查过后说道：这里含有大量的麝香，幸亏发现的早，要不然再待半月，孩子必定滑胎。听到这话，淑妃彻底垮下来，死死盯着我。
皇上走上前，一脚踢在淑妃心口上。贱人，你竟然如此害朕的皇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，敢生出这样的心思？来人，拖出去斩了！淑妃拉住皇上的裤腿，说道：皇上，臣妾陪您这么多年，难道您真的舍得杀了臣妾吗？皇上冷笑一声，你就是朕身边的一条狗，有什么舍不得的？淑妃听到这话，眼眸暗了下来。这时，淑妃身边的宫女跪下来，承认这都是自己的计划，跟淑妃无关，都是自己嫉妒我有孕争宠，所以才偷偷在荷包里放了麝香。皇上才发现自己怪错了人，但他怎么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还是冷着脸对淑妃说：你屡教不改，让朕寒心，现贬为宫女，自生自灭吧。淑妃跪在地上，狠毒的目光却一直瞪着我。淑妃被贬后，成了众人奚落的对象。她曾经因为得宠招惹过不少人，现在被皇上彻底厌弃，大家见风使舵，也开始刁难她。这天，一个跟她一同打扫的宫女将她故意推进湖里，不懂水性的她在水里扑腾半天都没人营救，最后还是自己爬上了岸。只是岸边另一个小宫女站着，随手扔下去一个簪子，去，给我捡回来。淑妃不肯，那宫女直接一脚给她踹了下去，捡不上来，不准吃饭。当夜幕暗黑，淑妃才拖着疲惫的身体爬上来，正好遇到我和皇上走过来。她见到皇上，立马眼眶红了。皇上，臣妾今天被人……她还没说完，就被皇上身边的太监一脚踢开。她本就虚弱，被踹了一脚，直接口吐一大口鲜血。你这卑贱的宫女，还敢叫我？朕现在看见你都感到恶心。说完，带着我慢慢走去。我故意笑道：淑妃姐姐好可怜，陛下真的一点都不心疼吗？皇上嬉笑一声：一条狗而已，谁会在乎？我转过头，看到淑妃眼里闪过的凶狠。很快就来到我生产之日，宫里做了万全的准备，为了能让我安心生产，还专门从宫外找来好几位经验丰富的接生婆。我感到肚子里的3个孩子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出来。随着一声声啼哭，孩子落地。正如神医所说，是3个孩子，且都是男孩。现在已生出2个，还差1个孩子。正当我准备用力生产时，才发现自己有些没力气。我看着身下冒出的血色，意识到有人动了手脚。我虚弱地躺在病床上，却看到扮作稳婆的淑妃。她阴沉着脸，眼光里的凶狠让人不寒而栗。你以为你怀有身孕就能赢我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永远都赢不过我。你会因为失血过多死亡，而我顺利拿走你的孩子。垂帘听政，这天下都是我的了。我问道：你就不怕皇上会杀了你？那个废物只知道吃喝玩乐，我迟早会解决他，到时候还可以让你们在地府作伴。他越想越猖狂，笑声越来越大，却没看到他身后早就站着阴沉着脸的皇上。贱人！他扯过淑妃的头发，将她往柱子上撞。而这时我早就有了力气，顺利生下第3个皇子。3个皇子在我怀里，可爱乖巧。淑妃则被打得早已伤痕累累。我怯生生问道：皇上要杀了他吗？皇上脸上的表情诡异，发出的声音更是冰冷。死对他来说太过简单，朕要让他生不如死。皇上将他送进军营当军妓，让士兵不断凌辱他，最后挑断他的手筋脚筋，绑在马后，跟上一世一样，被马活活拖死。他还是这样心狠手辣，不知道是他作孽太多，还是淑妃怨气不散。3个孩子生下来总是夜夜啼哭，喂不进奶。请来法师，却说：皇上，皇子这是被恶鬼缠上了，需要离宫静养，才能躲避灾祸。皇上想到肯定是那贱人，便又骂个不停。我则安排好出宫的一切准备，皇上不必担心，等法师去除恶鬼，我就带着孩子回来。皇上似乎真的有所触动，想到自己年岁40，还能有3个活泼可爱的皇子，对身边人说道：立刻下旨，封殷贵妃为皇后，统领后宫，再立道儿为太子。说完，握着我的手说道：皇后，你安心带孩子，朕在这等你。我笑得开心，这就是我想要的了。带着孩子还没走出几日，连王谋反了。
原来在我生产那一日，连王早就联合淑妃、乔装潜入宫里，本想将我们一网打尽，却没想到我们提前离开，他们再也等不了一刻，直接谋反，抓了皇上，逼我交出皇子。我带着援军守在城外，连王将皇上押了出来，对我们喊道：皇上还是孩子，你们选择。皇上被绑着靠在城墙边上，可怜兮兮。皇后，救我，孩子没了，我们还可以再生，可我只有一个。等救我下来，我们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孩子的。听到皇上的呼唤，下面一片安静。我和文武百官以及援军顿时不知如何开口。最后还是一位文臣对我说道：娘娘，虽皇上昏庸无能，但毕竟是天子，我们还是不能见死不救呀。身边的武将却喊道：皇上年迈，好不容易有了皇子，难道要葬送3个皇子的性命，就他一人？这句话瞬间激起百官的哀怨，下面不断发出反抗。皇上无能，不能葬送皇子来交换，我们立皇子为新皇不就行了？这有3个皇子呢。叛军狡诈，肯定是为了斩杀皇子骗我们的，我们不能信，万不能交出皇子。下面的人七嘴八舌，城楼上的皇上听到瞬间怒了：朕是天子，你们还准备不救吗？是不是要造反？随后想到自己的命还在别人手里，立马软下来。爱卿相信朕，你们只要救下我，我一定厚待你们，加官进爵不成问题。朕也会痛改前非，不再沉湎酒色，励精图治，广纳百言。但他的谎言说的太多，大家早就不信了。下面的大臣有人打趣道：皇上这话好像上次就说过，足可以见，并不为真。上次皇上还说打了胜仗就犒赏3军，结果战胜之后，您却害怕将军功高盖主，将将军处死，还罚了士兵半年的俸禄。皇上之前跟我们承诺，只要治好水灾就给我们升官，结果最后反而怪我们浪费钱财，造成国库空虚，还将我们贬到黄州。一个人更是哭出声：皇上到我家做客，看上我的妻子，非要纳入宫中，说会好好照顾她，却在上次谋反时扔下放任不管，最后惨死刀下。大家越说越激动，甚至有人直接说道：这样的人不配为天子，不能换。下面的人异口同声，都被城楼上的皇上听得一清二楚。他再也装不下去了，直接骂道：你们这群贱人废物，凭什么敢指责朕？你们死被罚都是应该的。朕是天子，说什么都对，做什么都对，轮得到你们指摘？等朕回来，统统杀了，一个不留。我还要灭9族，不，要灭你们10族、万族。听到这话，原本还有些犹豫的官员瞬间没了声息。他猩红了眼，直到听到怀里婴孩的哭声。他深情地望着我：皇后，我们感情深厚，我知道一定不会不管朕。我知道你舍不得孩子，但是没关系，朕正值壮年，还可以跟你再生。下次我们生4个、5个，生一堆，你先救了朕再说，好吗？听到他的祈求，百官都怕我会心软，正眼都不眨地盯着我。皇上就还是不救，我一人难做决断，还是看到大家的意见。若是不支持用皇子换皇上的，请举手。此话一出，大家连连赞叹。下面无论是士兵还是大臣，都举手同意不换皇上，留住皇子。皇上在城楼上看到他们一个个举手，气得龇牙咧嘴，不断咒骂：朕一定不会放过你们，都杀了！我要将你们五马分尸，还要将你们做成人质，让你们生生世世不得超生。然后又对着我说道：皇后，你可是朕的皇后，你不能背叛朕呀！你只要救朕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什么都听你的。这时，城上城下所有的人都望向我，所有人都等着我的决定。毕竟我现在贵为皇后，若是我强要救皇上，百官也只能同意。我抬头望向皇上，想起上一世，我也曾那样遥遥相望，我以为他救我还是有一丝感情，却在死的那一刻才知道，皇上是没有心的。在众人的瞩目下，我缓缓举起我的手。天下大乱，君臣有责，君不稳则国不顺，为了百姓，为了天下苍生，皇上您就牺牲一下吧。说完，周围的大臣士兵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连王站在城楼上，气得咬牙切齿：老婆也不要你，
文武百官也不救你，我真是抓了个废物，毫无用处。挥起刀就向皇上砍去，当场血流成河。随后我带着援军奋勇斩敌，在众人见证下杀了连王，给天下一个交代。对于这场叛乱的有功之臣，我重重有赏，让有功之人得到应有的回报。而皇上在这场战役中为国殉葬，为了不引起祸端，大家众口一词，都称皇上是为了天下自愿牺牲的。同时，为了稳定朝局，我如皇上所说，立长子为皇帝，而我作为皇太后垂帘听政。我改掉皇上留下来的陋习，兴严明，重经济，扬正气。不到3年，国家就在我的统治下越来越好。再没人提起那个草包皇帝。额娘，你又要去上香吗？我的二儿子跑到我跟前问道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笑道：对呀，额娘去就回，你乖乖听哥哥的话，知道吗？他乖乖的点头。我带着帘儿，换了一身便装，走到郊外的一座寺庙。这些都是我的人，烛光摇曳下，在佛像背后显出一道密道。我接过莲儿手里的竹篮，走了进去。里面的路越来越黑，越来越窄，直到看到一座铁做的囚笼。里面的男人奄奄一息，身上都是伤痕，有新割的，还有已经结痂的。他头发胡须长到遮住整张脸。他听到我的脚步声，不再挣扎，不再求饶，因为这10年来，他每一次的求救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你这次又是来折磨我的。我笑笑，道儿已经大了，我马上就要把权力交给他了。他很乖，也很聪明，上爱师长，下爱百姓，大家都很信服他。他竟露出一抹欣慰的笑。那也好，不像我就好。最后笑着笑着哭出了声。婴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真会改，我不要皇位，我只想好好活着，守在你和孩子身边就好。看他是真心悔改，我有些心软。你真的会改吗？他用力点头，一定会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改。我从竹篮里拿出匕首，缓缓走到他身边。他眼中露出欣喜之色。婴儿，你放了我，我以后就是做太监，做狗，在你和孩子身边，我就满足。快帮我解绑。说完，我毫不犹豫地割了下去。只是割断的不是他身上的绳子，而是他的脖子。我的皇儿要掌权了，你再存在就是他的威胁。而且我早就注意到，他一直藏在身后的瓷片。他不会改的，永远都不会。上次逆贼谋反，他被当众砍死，但在收拾遗体时，我发现他还有一丝气息。于是我向族人要来救命仙丹，将他救活。只是他再醒，不是在华丽的寝宫，而是冰冷的地牢。我永远都忘不了他对我做的事。上一世我死后，他苛待孩子，甚至老二被工人活活折磨致死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带领军队找到我族人的隐藏点，将所有人全部屠杀，就连3岁孩也没放过。我的魂魄飘在半空，发出凄惨的哭喊。我发誓，若有来生，我一定要让他生不如死。这次重生，我做到了。我将他囚在地牢，日日让他受够18道酷刑，又用参汤吊着他的命，让他年年岁岁，生不如死。但可惜的是，我孩儿要大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他迟早会发现。要不然，我真舍不得就让他这么死了。我真想剁去他的手脚，让他像一只狗一样，任我欺凌。当我回到皇宫，看到3个小孩子在争吵。吵什么呢？二儿子跑过来对我说道：我们抓到一条小蛇，我和弟弟都想放了它，但哥哥说不行。听到这话，我饶有兴趣地看向蛋儿。你为什么不同意呢？他看着我，严肃说道：蛇之所以为蛇，就是其生性凶残，冷漠无情。若今日怜悯他，来日必被他所伤，只有连根拔起，才能永除后患。我满意的笑了，摸着蛋儿的头，你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君王。母后所教，孩儿必不敢忘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